我叫黄天欢啊，是这个和平树屋的主人。这个树屋的概念就是早期我去台湾旅行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他们就是可以把屋子建到离这个大自然很靠近，然后曾经在里面待过，就觉得这样子的房子还蛮舒服的。那我们想这样子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打地桩啊，那倒不如直接把屋子盖在树上，那就是简直就是跟大自然零距离接触了咯。我们盖这些树屋啊，就是请原住民来盖啦，他们大概10个人一次过来。那因为我们这一边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山头上面，在一个山尖上面，我们的路只到那个山脚。那我们这个几百米的路啊，我们是靠人工走的，所以早期这些建筑的材料都是要人工从底下扛上来。那这里的木的一个特色是我们虽然看到有一些木是很小条啊，不过这个高山上面的木呢，它小条，它也是已经是很硬的一个木了。一般在平原的木的树枝应该跟这里山上的树枝会不一样。这样子盖树屋的地方呢，旁边都是很多树的，所以如果有风吹来呢，是整片树林呢挡住那些风，并不会有一个大风来烧倒一棵树，它是整片树林合在一起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盖树屋的时候呢，我们是把大概至少6、7棵的树都粘在一起，变成是它们一个总的力，所以翻了它们会比它们四周围的树呢更加强。像这间的话，离地的话可能超过20尺可是我们总不能从20尺这样直接做一个楼梯上来，那这样子的话对很多人来讲都很危险因为这个山还是一直在上的嘛，所以我们就是屋子建在那边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楼梯呢就去到比较高的地方，才从那边转过来，所以变成你只是上大概不到10尺的高度你就到了，然后再增加那个安全性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半中间呢，我们又再做多一个露台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好像那个马来屋这样子的。那比如说这个3号房这个露台就是向这个方向，我们都是选那个可以看出去比较有风景的地方做露台因为我以前也是很兴趣摄影我建那个树屋呢，要到一个高度，是我从里面我可以直接就待在屋子里面，然后我拍出去。我就可以拍到那个鸟，那我想应该也会有一些人，其他赏鸟的人，他们会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条件。那里面呢，我们其实是要尽量做到舒服咯，所以我们提供蛮好的那个床那其他那个床单被单套枕头套我们都是提供有机棉因为有机棉你睡的时候你盖被你接触到的，你会感觉它跟你的皮肤的接触，你会很舒服。那个被呢是纯棉被，我们是从中国那边买过来，我们在中国成都那里看到他们就是用一层一层的棉花弹成那个被那我们这里的温度比较冷，因为这里的高度到1500米，所以它晚上最冷的时候可以7到10度有时候没有那么冷，就是大概18、19度，所以我们是会提供很厚的被，不会让我们的顾客冷到了。我们都希望说，客人来到树屋，除了去享受大自然，也可以去享用更健康、更有能量、高能量的食物。一个人进来呢，他是包吃的；2天1夜的话呢，包晚餐、早餐；3天2夜或者4天3夜，中间那个全天的午餐也包在里面。然后我们的食物，所有的蔬菜呢，都是我们自家和平农场提供，全部都是有机的菜。的确，我们很多客人来了，都会因为食物再回来树屋
再次居住。所以这些都是其中一个我们觉得说很开心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水源呢是在山头的这个瀑布，它是从一个石头缝滴出来的水源。那这个山头上面呢，其实已经没有农场，没有菜园，所以呢水呢还是蛮干净的。这个水呢直接从这个水喉头开下来，是可以直接饮用的，非常高能量。我有很多客人就特意提了很多水桶来把水带回家，甚至有客人回到家里还用这能量棒去测试我们的水，然后他会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你的水非常的高能量。”所以我们的电源呢，目前是用发电机来操作是柴油的。那我们只有黄昏一段时间，6点半到10点半的时间左右启动这个发电机。那主要呢就在这个我们晚餐夜晚的时间，让客人有这样的一个方便。所以我们都需要客人自备手电筒半夜要起来上厕所等等，都需要手电筒。我们这树屋呢，就是提供的这个卫生间我们提供的有提供热水那个水的来源是山水。那它加热呢，我们是用这个煤气的热水器，它有火的，就像烧煤气这样。那这个火呢，它是明火了就是真正的火在那边烧。你会冲的时候呢，你可以加到比较热，然后你会觉得你冲出来是温暖的。那它再通过这些铜管呢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摩擦出来，它负离子的那个成分就更加高，所以很多人在这里冲凉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然后不明白为什么。厕所呢都是现代的文明的马桶洗脸盆这些了只是说它的水是山水而已。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是鸟不生蛋的地方为什么呢？电话的这个通讯这些线路呢都不好，所以呢有时候要打电话出去呢是非常难，也没有这个所谓的 Internet 的设施，这样的一个不方便，却成就了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环境所以呢环境呢就会给人家感觉非常舒服轻松。没有任何一个人呢回去呢是空手回去的。我指的东西不是说包着很多的东西回去，而是心灵的一个成长一个发现。我觉得这些是很珍贵的。